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号称文明传承最久的国家，为什么现代人看起来却最没教养？一个读书读了几千年的民族，为什么总在重复同样的悲剧？有人说那是因为制度落后，有人说是因为文化革命毁了一代人。可这些解释都太表面了，真正的问题早在3000年前就种下了。我第一次听到易中天那段话是在一个学术讲座的片段里，他说中华文明的问题不在于经济，也不在于教育，而在于文明本身。那一刻全场鸦雀无声，因为他讲的是一种我们谁都不愿承认的真相。中国人3000年没长进，不是因为时代太快，而是因为灵魂太旧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想想看，这片土地上出现过世界最早的国家机器，最复杂的官僚体系，最悠久的文字记录，但也同样出现了最固化的社会结构。人换了一代又一代，思维却像被复制的模具。我们总在追求强大，却从不反思强大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你看那些口口声声说要复兴的人，其实心里最怕的不是落后，而是失去控制，因为控制是这个文明的核心。易中天说过一句话，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却没有信仰的文明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民族有庙有神有祖宗，却从来没真正相信过什么。我们信财神信菩萨信权力信命运，但就是不信真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最后都要能换成利益。去庙里拜一拜是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女上名校，行善积德是为了来世更好，连做梦都在算命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从来不是超越的，而是功利的。这就是易中天所谓文明的原罪。他说西方文明有信仰，他们相信有一个比人更高的存在。伊斯兰文明也有信仰，他们相信神的审判。唯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没建立起超越权力的概念。权力就是神，官就是天。所以几千年来，中国社会一直是人治社会，不是法治社会。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官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连今天很多人脑子里都还残留着那种根深蒂固的逻辑。有关系比有道理重要，跟对人比，做好事更有用。只要不被抓，就不算错。这不是现代社会的问题，这是一种古老文明的延续。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，中国人讲人情，但人情是什么？人情是利益交换的糖衣。在西方，朋友之间帮忙是一种信任，在中国，帮忙是一种投资。你今天请我吃饭，不是因为你喜欢我，而是你觉得哪天我可能帮得上忙。所以中国人最怕欠人情，也最擅长算计。这不是谁的错，而是文明的结构决定的。想一想，为什么中国人不信宗教，却到哪都烧香？为什么他们口头上讲道德，心里却算得经？因为那是信仰的替代品。易中天说，我们有鬼神，但没有宗教；有崇拜，但没有信仰。你觉得这句话刺耳吗？其实很准确。当一个文明没有高于权力的信仰时，它就只能崇拜更大的权力。皇帝、党、领导、网红，谁有权，谁就是神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3000年来从没真正改变，他们只是换了膜拜的对象。你以为封建早就过去了？不，它只是换了外壳。以前是皇恩浩荡，现在是上级关怀；以前是进贡，现在是送礼；以前是圣旨，现在是文件精神。形式不同，灵魂一样，而这种精神停滞才是真正让人可怕的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台湾不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吗？为什么台湾人整体素质比较高？这就是关键。台湾虽然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形式，但却在制度与价值观上进行了再造。你可以说台湾学的是日本那一套理，也可以说它吸收了西方的法治精神，但不论是哪一种，它都让权力有了限制。而一旦权力被限制，人就开始学会负责。所以台湾社会虽然小，资源少，但却能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公民意识。这就是文明进化的真正标志，不是高楼多少，不是 GDP 多高，而是人有没有自觉。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它从没真正破。每一次革命看似在推翻旧秩序，实则只是换一批人坐上去。秦灭周，汉灭秦，明灭元，共灭清，表面上都在革新，骨子里都在复制。换汤不换药才是3000年最大的秘密。你以为他们在改制度，其实他们在巩固权力。
你以为他们在讲文明，其实他们在驯化人。所以易中天才说，中国的文明像一棵活了几千年的老树，根扎得太深，枝干已经枯了，却还在拼命结果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棵树枯而不死？因为底层的土壤从来没被翻过，那片土叫做实用主义，什么都讲回报，什么都讲利益，连善都要有代价，连信都要看收益。你说这样的文明能不原地打转吗？易中天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笑了，可那不是轻松的笑，而是心虚的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没错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从小就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里长大，他能信什么？他只能信权力，信钱，信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，道德永远是装饰品。大家都在讲要有道德，可一旦牵涉到利益，谁还管道德？考试可以作弊，合同可以造假，新闻可以删改，连历史都能重写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种文化里，道德不是信仰，是策略。只要能保住自己，什么都可以被合理化。吴思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，他说，从秦以后，中国的制度逻辑就没变过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权力永远是核心，人民永远是手段。从皇帝到县官，从总督到厂长，从朝廷到公司，逻辑都一样。上面要忠诚，下面要服从，中间要学会生存。所以几千年来，中国人练就了一种惊人的本能，察言观色。什么时候该点头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什么时候该说领导英明，这些反应都不是天生的，是文明训练出来的。有人说这叫聪明，可你细想，那真的是聪明吗？其实是一种扭曲的生存技巧。一个社会越没有信仰，越需要表演，因为当真理不存在，表态就成了真理；当法律不独立，道德就变成摆设；当人人都怕惹麻烦，谎言就成了常态。这就是易中天所谓身强力壮，六神无主。物质强大了，精神却空了。过去的人没自由，是因为制度压着；现在的人没灵魂，是因为自己也成了制度的一部分。有人说中国人吃苦耐劳，没错，可他们也擅长忍，忍不公，忍愚昧，忍荒谬。一个民族的忍耐本来是美德，可当它被滥用，就变成奴性。最恐怖的不是被压迫，而是压迫久了之后，你开始合理化压迫。有人骂政府，你说别讲政治；有人提权利，你说吃饱就好了；有人谈自由，你反问自由能当饭吃吗？就是这种一句一句看似理性的自我安慰，把整个民族驯化成了温顺的麻木体。我们来看看历史从汉到清3000年几乎没变的政治结构：顶层制定规则，中层维持秩序，底层被教导服从。有谁能跳出来？没几个人跳出来的人，要么被流放，要么被销声，要么被改写成乱臣贼子。久而久之，中国人学会了一个终极哲学：别做出头鸟，别讲真话，别太认真。这3句话足以毁掉一整个文明的创造力。反观台湾，虽然也有复杂的历史包袱，可至少有一个东西是清晰的：制度在保护人，而不是人在跪求制度。一个人如果能骂政府，能质疑媒体，能上街表达意见，那不是混乱，那是文明。文明从来不是听话的结果，而是敢讲的成果。所以别再说台湾人素质高是因为教育好，教育只是果，不是因。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可质疑的环境，有了质疑才有反省，有了反省才有进步。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3000年都不允许质疑，皇帝不能质疑，老师不能质疑，领导不能质疑，连家长都不能被质疑。所以每个人从小就被训练成顺从的螺丝钉，一辈子都在执行别人的命令，却从来没想过我是谁。你发现没有？中国的教育体系其实就是一台制造服从的机器。你看，小学让你听老师的话，中学让你听家长的话，大学让你听党的话，出了社会让你听老板的话，听到最后，你自己那点想法早就被磨没了。而最讽刺的是，这种教育模式竟然还被视为有效率。是啊，确实有效率，因为它不需要人思考，只需要人执行。再看看那些成功学的广告，别问为什么，先去做，不要质疑命令，直接行动。老板永远是对的，这一套逻辑其实就是秦朝那一套法家思想的翻版，换个包装而已。你说这是现代吗？不，这是古代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复活。可
可是到了今天，这种文明结构已经开始崩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互联网打破了权力的信息壁垒，过去能被封口，现在封不住了。过去可以掩盖，现在会被拍下来。于是真相开始渗出，谎言开始崩裂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中国社会越来越焦虑，看似物质繁荣，其实精神极度匮乏。他们拥有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却没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公民意识。人越来越聪明，却越来越冷漠；钱越来越多，却越来越没安全感。因为他们的文明底层从来没建立过信仰系统。易中天说，信仰不是必须的，但核心价值观不能缺。这话听起来温和，其实很重，因为他不能说真话，他不能说要有信仰，因为那会触到政治底线，所以他换了个说法，但我们都听得懂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精神坐标，那再多的钱也救不了灵魂。很多人以为文明崩坏是一夜之间的事，其实不是，它是从每一次妥协开始的。从你在地铁上假装没看到有人被欺负，从你明知道新闻造假却选择沉默，从你在朋友圈删掉敏感话题开始。伊丽莎不算什么，但当每个人都这么想，这个世界就只剩沙了。你去看现在的中国社会，最讽刺的是什么？不是穷，是假，假到一种你分不清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演的。街头的乞丐穿得比上班族干净，抖音上的农民拿着剧本演艰苦奋斗，政府说共同富裕，但所有人都在拼命囤房，连正能量都是演的，演给别人看，也演给自己看。一个人要假装太久，就会忘记自己是谁。这就是现在的中国人，活得像一群被拧紧的发条，每天都在动，却不知道往哪动。你问他们为什么努力，他们说为了有钱。你再问有钱干嘛，他们愣了，因为他们的努力没有方向，只有焦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买了几栋房、开豪车、吃顶级料理的人，反而最不快乐？他们不敢失去，不敢停下，不敢想太多，因为一旦停下来，他们会发现他们其实什么都不信，没信仰，没安全感，没目标。一个文明的精神崩塌，不是从战争开始的，而是从这种无意义的勤奋开始的。易中天说，中国人最聪明，也最短视。聪明在于能在混乱中生存，短视在于只看眼前利益。在美国，一个企业家失败了，别人说他有勇气；在日本，一个工匠一辈子做一件事，被视为尊敬。可在中国，你失败一次就被嘲笑，你坚持一件事就被说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的文化不相信过程，只看结果。你能赚钱，你就是对的；你穷，你连真理都没资格讲。这不是社会病，是文明病。再看看道德体系，古代讲仁义礼智信，后来讲忠孝节义，再后来讲为人民服务，听起来每个都高大上，但你细看，核心从没变。他讲的不是自由与平等，而是服从与秩序。你得听话，你得听上面的。就算是忠孝节义，本质也是让你把命交出去。忠于君，孝于父，节于父，义于友。哪一条是关于我的？没有。这个文明从一开始就教人怎么成为别人眼中的好人，却从没教过怎么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你以为这是道德？不，这是精神控制。它让人从小就害怕被看不顺眼，害怕不合群，害怕被贴标签。所以中国社会最盛产的不是坏人，而是乖孩子。可是乖就是文明停滞的毒药。一个民族如果人人都乖，那谁来创新？谁来质疑？谁来突破？而台湾之所以不一样，不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因为它给人犯错的空间。在台湾，一个学生可以挑战老师，一个公民可以骂官员，一个媒体可以接丑。这听起来很乱，但正是这种乱，让社会有了自我纠正的能力。就像身体有发烧机制才会排毒。中国的问题是，它压抑太久，连发烧都不敢，于是毒素积在里面一层又一层，表面繁荣，其实已经发炎。你看那座城市的夜景，灯火通明，可是每一盏灯背后，多少人加班到凌晨，多少人月薪5000，背着200万房贷，多少人看似成功，实则一身空虚。他们不敢说累，因为那是负能量；不敢说真话，因为那会惹事；不敢说梦想，因为那会被笑。于是他们就学会了一个技能，假装没事，假装笑，假装幸福，假装忙碌。这不是现代化，这是高压文明的末期征兆。所有人都在透支，透支健康，透支信任，透支情绪。你知道现在中国精神科医生最常听到的句子是什么吗？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难过。这不是抑郁症，这是文化后遗症。因为你从小就被告知不要想太多，不要说真话，不要惹麻烦，于是你长大后连感受都被阉割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电影、他们的歌、他们的文案都那么假，因为那不是创作，是审查后的产物。当一个文明的艺术失去了真诚，它的未来就没了希望。所以你看，台湾、韩国、日本的创意产业能崛起，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敢表达。敢表达就有思想，有思想才有文化，有文化，文明才会进化。你以为文明崩坏是信仰问题？不，那只是表层，更深的是信任问题。在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里，你不敢相信任何人，所以你买假货要验真伪，转账怕被骗，医生怕被告，老师怕被录音，朋友之间都要截图为证。一个文明走到这种地步，已经不是没信仰，而是没人信任。没有信任就没有未来，因为信任是所有社会运行的隐形货币。你不信别人，别人也不信你，于是所有的制度都得靠监控维持。于是你看到到处是摄像头，到处是实名制，到处是追踪，表面上是安全，实际上是恐惧。这不是强大，这是病态。当一个社会需要靠恐惧维稳，它就已经失去了文明的资格。你知道吗？一个文明最可怕的不是落后，而是自我感觉良好。3000年前，周公定理，孔子修文；3000年后，大家还在背仁义、礼智信。可问题是，这5个字早就被掏空了。仁变成了手段，义成了口号，礼成了表演，智变成权谋，信呢，早被利益吃掉了。你看，现在谁还谈信？商人信利润，官员信权力，学生信成绩，明星信流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看似什么都懂，却什么都不信。有人说这叫现实，可我觉得那是精神的贫穷。因为当你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什么都没了。房子再多，车子再好，孩子出国读书又怎样？一场疫情，一场事故，一条禁令就能让一切归零。你以为那是命运，其实那是体系。一个没有信仰的体系不会保护任何人，它只会利用人，直到把人榨干。易中天说，我们的问题不是没钱，不是没知识，而是没灵魂。这句话我记了很久。灵魂是什么？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，而是相信善的勇气。当一个人敢说真话，敢拒绝不公，敢做对的事，那就是灵魂的力量。可在今天的中国，这种力量正在消失。大家都怕丢饭碗，怕被针对，怕出头，所以宁愿闭嘴也不愿发声。可你知道吗？当每个人都闭嘴时，邪恶就赢了。一个社会最需要的不是聪明人，而是有良知的人。可中国的教育把聪明当优点，把良知当麻烦，所以他们出了一批高智商的工程师，却造不出一个有信仰的公民；出了无数的企业家，却没有一个愿意讲真话的思想家；出了世界第一的基建，却没有一个能信任的系统。这是灵魂的荒原。我有个朋友在上海工作，年薪100万。我问他，你觉得你幸福吗？他说，不幸福，但比别人好。这就是问题，他们不追求幸福，只追求比别人好。文明退化的标志之一，就是当比较取代了信念，因为比较让人焦虑，而信念让人平静。中国人3000年来一直在比官位，比财富，比孩子，比房子，可他们从没比过一件事，谁更有尊严。尊严是什么？是你能拒绝不对的事，是你能对强权说不，是你知道自己不只是一个被动的生物，而是一个有选择的人。而一个文明如果不允许人拥有尊严，它就永远不会长进，因为所有的进步都是从不服开始的。看看日本，明治维新时，他们彻底打碎了旧有秩序，从天皇神权到宪政体制，他们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精神重生。再看看韩国，80年代学生流血抗争，为的不是饭碗，而是自由。这些国家今天能走到哪一步，不是因为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敢承认旧文明错了，而中国不敢。因为一旦承认错，那座千年神庙就塌了，所以他们宁可继续修补，也不愿重建。于是你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，科技越来越先进，思想却越来越古老，建筑越来越高，心灵却越来越空。这是现代外壳里的古代灵魂。易中天最后说，他希望中国能重新找到核心价值观，听起来很温和，但其实是一种绝望的呼喊。
因为他说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信仰的替代品。他不能讲民主，不能讲自由，不能讲人权，所以只好讲核心价值。可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装不出价值观的，就像一栋腐朽的老屋，你再刷油漆也没用，不拆掉永远不可能重建。那怎么办？有人说中国太大，改不了。可我觉得一切改变都从不再装开始。别装聪明，别装幸福，别装没看见，敢承认问题就是第一步，敢面对自己就是成长。3000年没长进的原因不是命，而是懦弱。当每个人都只想自保，那整个民族都在等别人救，可没有救世主，只有觉醒的人。台湾的可贵不在于 GDP， 也不在于国际认可，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：华人也可以有信仰，也可以有尊严，可以有言论自由，有公民意识，有自省的能力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文明该有的样子。你不需要跪着也能活得体面，你不需要奉承也能得到尊重，你不需要靠关系也能靠自己，这才叫文明。3000年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，但至少我们该开始讲真话。当你敢质疑，你就比昨天的自己更自由一点；当你敢拒绝虚伪，你就让文明往前走了一步。别怕别人笑你天真，因为在一个全民都犬儒的时代，天真就是最大的勇气。所以我想说，中国人3000年没长进，不是因为没有天赋，而是因为没有信仰。真正让人进步的不是聪明，不是努力，而是信念。当一个人相信有东西比权力更高，比利益更重要，那一天起他就开始长进了。而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相信，文明才会真的醒来。